嗨，大家好，我是凯哥，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今天要跟伙伴们聊聊，只要你是在股市，就一定会接触到的，就是美股。因为美股跟台股是非常高度相关的，包含了苹果，还有像最近的辉达、AI，很多都是跟台股有相关联的。那在台湾到底能不能买美？那要怎么买？有哪些管道？那它的手续费跟交易成本会不会很高呢？所以如果你也是刚刚开始接触，所以你想要研究一下美股而不知道怎么入门的话，那就看完凯哥这支影，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会想买美股，当然不外乎就是美股的市场全球最大，而且最稳定，而且还可以投资一些世界级的公司，比方说苹果啊、特斯拉啊、Google 啊、脸书啊这一类的尖牙股。还有就是它的选择性更多，包含了 ETF，包含了个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也更多。那凯哥这边先整理几个最常遇到的，比如说需要多少资金才可以去买，因为像现在有些券商它甚至可以买税，所谓的税股不到一股票，所以甚至不用很多资金它就可以开始操作美。然后是用台币还是用美金？如果是在台湾用副委托，那就直接用台币；那如果是在海外开户，那就需要把台币再汇出去。然后我们在看盘软体看到的，它上面的标价都是美金计价，然后再来会觉得它可能有点难操作，一开始会觉得很陌生。可是其实现在很多国外的券商它都有提供中文的呢，这个等一下下面会介绍。那重点来了，在台湾要买美股，大致上有以下的种方式。第一就是透过台湾券商用副委托的服务，简单来说就是把单子下在台湾的券商，他们再帮你把单子转到美国市场。那优点是开户方便，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种台湾的族了，然后界面你应该也会比较熟悉，因为是自己用习惯的看盘，然后就是直接可以用台币，可以省掉一些转汇的烦。那缺点是手续费会比较高，有一些的券商一次下单甚至要20到30美金，然后有些券商它会搭配 ETF 优惠、定期定额的优惠，可是它就不是一档都可以买了。第二种方式就是直接开一个海外券商的户头，比方说一证券或者是 IB 银透证券，又或者是嘉信证券，你可以叫嘉信理财，这些都是美国合法的券商，开户流程线上就可以完成了。那它的优点是哪些呢？就是它的手续费很低，有些券商甚至提供零手续费的交易，而且股票的选择就会比较多了。几乎全部的美股都可以买得到，有些券商甚至可以买税股，就是可以不用一股一买这样。那缺点就是它的开户流程需要填英文的表格，对新手会有一些门槛。还有，比方说他要把钱电汇到国外，这个俗称叫入金，就是会多了一些操作的流程。比方说我们要先把钱电汇到国外的券商，然后要把钱拿回来，又要做一个出金的动作，这跟台湾的股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对新手来说非常不习惯的一坎。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美股的交易的手续费。如果我们是用台湾券商的副委托，一次下单它可能要20到30甚至更高，对小资族其实就不太划算。那海外的券商现在是几乎零手续费，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第一证券或者是 IB， 这些对新手就会非常的友善，可是相对的它就会多一个出金跟入金的费用。再来就是买美股还要注意的一个税务的问题，美股是有股息税的，如果像我们台湾人领到美股的股息要扣30%的税，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要请伙伴们特别注意哦。那讲了那么多，伙伴们到底该选择副委托是海外券商来投资美股呢？这两者之间的挑选取决于你的交易资金的多少、交易的次数还有汇款的次数，这样子来决定的，会比较适合你，找出适合自己的管道。交易资金越大，次数越多，汇款次数越少，那你就适合海外的券商。交易资金小，次数少，汇款次数会很多，那你就适合国内的副委托。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比方说你是经常需要把一笔资金买进、买出、汇出、汇入的人，那你的选择就比较适合是副委托，因为副委托就没有汇费的问题。你买了这一档股票，然后因为你的钱都还是在台湾，随时要再领出来都很简单的。然后我就不习惯把钱放在海外，放在我摸不到、不能随时领出来的地方，那自然也就比较适合副委托。交易次数比较多的人，比如说短线交易，经常要周转来周转去的，就会比较适合海外券商，因为它很多是零手续费，只要我们把钱转出去一次，我们就可以一直在那边操作同一笔钱。那如果只是要自动化定期定额的伙伴们，然后又刚好找得到
在台湾付委托的平台跟标的的话，那其实真的直接用付委托就可以了。简单来说，投资美股的手续费它是分为2个部分的，一种就是在台湾的付委托，它就是只需要拿你手续费；另外一种，我们是把钱转到国外的券商，它的交易成本就主要体现在入金跟出金还有汇率的问题。所以其实以凯哥这边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是同一笔资金同时操作台股跟美股，那我会建议其实用付委托比较方便，因为资金流转比较快。可是如果你是有把资金分割的，比方说我就是固定100万拿去投资美股，那我就会很建议你开海外券商，因为只要把这100万转出去之后，他就可以在那边一直操作、一直操作、一直买卖了，是非常方便而且省手续费的。那最后来总结一下，其实买美股没有特别难，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包含开户、包含操作界面、包含资讯，其实都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能够理解的。最大的门槛还是出在要找资讯比较不方便，因为如果要买美股，很多都是讲英文嘛。再来就是时差的问题，其实这些只要有心都是可以克服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手续费，也就是交易成本，这一点才是真正需要伙伴们认真的去比较看看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哦。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下方留言。有帮助的话，记得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咯。那我们下次影片见。